我们都知道，佛学的理论大多既简单又凝练，但有一个略显复杂的理论，不光成为了佛学理论的基石，并且从佛陀入灭、佛学诞生以来，2500年都没有一丝的改变。更甚至，如果我们能深刻了解和学习，就相当于掌握了获得解脱的终极密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生命之轮，我们看到的这幅画是一幅西藏唐卡，它所绘制的主题叫做生命之轮。如果我们去藏区旅游，在各大寺庙里就经常可以看到关于生命之轮的唐卡绘画。可以说，这既是藏传佛教的深奥理论对普通信众的通俗讲解，同时也展现出了藏传佛教艺术鲜明、生动且瑰丽的一面。当然了，不仅是藏传佛教，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佛学派别中看到生命之轮的内容元素。比如有名的四川大竹石刻，在宝顶山上，这里的六道轮回摩崖造像高6.6米，叹为观止，距今足有近1000年。还有更早的，比如位于印度的阿占陀石窟，这个生命之轮可能距今已超过了1500年了，只可惜在时间的长河中，大部分已经残损。生命之轮的内涵极其丰富，最外面是凶神恶煞的阎罗王，牙尖爪利，狠狠地抓住了这六道轮回的转轮，这正是无常的人格化表达。从里到外，有贪吃嗔三毒，有善恶双业，有六道轮回，以及其他异常丰富的信息。如果一一道来，恐怕是一个很长的系列，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分享的内容只是这最外层的一圈，也就是12因缘。佛学典籍记载，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，通过观察12因缘，从而揭示了生命流转的真相。关于12因缘学说的核心内容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佛学最早期的经典，也就是阿含经系列。无论是南传、藏传还是汉传，均将此视为理论基石。12因缘就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，如果让我们一只只细数过去，就可以穿起佛学中所有的思想结晶。好的，让我们现在开始。12因缘的精妙。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呢？佛学直指根源，那就是老死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描绘了一群人抬着尸体去安葬的景象，就代表了老死。但为何是老死而不是死呢？佛学智慧地洞察到，意外横死是偶然，百年老死是必然。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性躲开偶然，但躲不开必然。当然了，你会说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怕死。没错，但趋利避害是众生的天性，而死代表了属于个人时间的终结。没有时间，就断绝了所有可能，这正是最大的害。古往今来，如秦皇汉武寻仙问药，如唐太宗清雍正痴迷炼丹，多少伟大帝王在追求长生的道路上一败涂地。普通人呢，或生儿育女，含饴弄孙，或建功立业，光耀门楣，不过也是想获得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长生而已。
哪怕是现代，富可敌国的科技大佬们，也争先恐后地投入到生命科学的研究中。比尔·盖茨、马斯克、扎克伯格、黄峥、王小川，这个名单很长很长。当然了，如果深入了解佛学，就会明白，害怕老死其实也是一种愚痴。不过这也可以先放到一边。那你可能会问了，什么原因导致了老死呢？佛学认为，导致老死的恰恰是生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描绘了孕妇分娩的景象，就代表了生。我们在生之苦那一期聊到过，从哲学意义上来说，如果我们不再受困于时间的幻象，将开始视同于生，将结束视同于死，那么开始和结束作为一个整体，自然不可分割。生是老死缘，我们就有了第一对因缘的连接。人的一生好像就这样过完了，而我们仅仅只完成了12因缘的1/6。接下来呢？这只是贴近现实的逻辑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属于佛学的逻辑中了。那什么导致了生呢？现代科学告诉我们，所谓生命可能不过是低熵系统中生物化学的表现而已，可能不过是一代代在环境压力下的自驱演化而已。但佛学的认识是有。有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想象成因果业力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描绘了孕妇的景象，就代表了有。但要注意，我说可以把有想象成因果业力，但并不代表这两个概念就可以完全等同。佛学的许多概念非常复杂深刻，确实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说。有是生缘，第二对因缘的连接产生了。那什么导致了有呢？佛学认为是取。关于取，我们可以想象成执着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描绘了猴子上树摘果子的景象，就代表了取。同样，把取想象成执着，也并不代表两个概念就可以完全等同，后面同样就不赘述了。取是有缘，我们所产生的万般业报，无非都是执着心的攀缘追求所造成的后果而已。那什么导致了取呢？佛学认为是爱，这可不是男欢女爱的意思，我们可以想象成贪欲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描绘了男人酗酒的景象，就代表了爱。爱是取缘，这就比较好理解了。没有贪恋的心，没有据为己有的欲求，也就不会有执着的行动。到现在为止，五支因缘环环相扣，是不是非常精妙呢？为了更好的理解，我们可以把到现在为止的五支因缘，按照佛学部分派别的方法来做个分类。老死生作为未来果，有取爱作为现在因，因果的链条就更清晰了。接下来的内容会难懂一些，也让我们加快。那什么导致了爱呢？佛学认为是受，我们可以想象成曾经的感受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描绘了眼睛中箭的景象，确实是有趣且残忍的描绘，这就代表了受。受是爱缘，为何我们说由俭入奢易，
由奢入俭难，正是感受激发了贪欲。这里有个有趣的争议点，你会问，为何有的人会天生对某些东西有爱呢？部分佛学派别认为，那是因为前世的受在作祟。那什么导致了受呢？佛学认为是触，我们可以想象成接触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描绘了男女接触的景象，这就代表了触。触是受缘，不仅仅是自己亲身的接触，也包括受到了文字、图像、声音、影像的怂恿。那什么导致了触呢？佛学认为是六入，也叫六根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用房子的门窗来代表六入，有的唐卡绘画饶有趣味，会用有6扇门窗的房子来进行代表。六入是触缘，眼看喜，耳听怒，鼻嗅爱，舌尝思，身本忧，意见欲。黑神话悟空中的天命人玩家们收集这6根器也是费尽了心思。那什么导致了六入呢？佛学认为是名色。名可以想象成精神，色可以想象成肉体，灵与肉也就组成了我们自己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用乘船者来代表名色，色是船，名是乘船者。有的绘画中，乘船者会有4人，代表的是佛学中的5蕴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后4者也就是名，这里就不展开讲了，也是一个庞大的话题。名色是6入缘。那什么导致了名色呢？佛学认为是识。识的概念就太复杂了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用猴子上下蹦跳来代表识，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含义。如果用一个不太严谨的指代，这就是人的自我意识，本就像猴子一样蹦蹦跳跳，一刻不停。但识的概念绝不仅仅如此。汉传佛教8大宗派之一的唯识宗，由玄奘大师在唐长安的大慈恩寺所创，在识的问题上有更为深刻和系统的论述。唯识宗也叫法相宗，主张一切唯识，认为万法皆是心的显现，尤其认为第8识的阿赖耶识含藏一切业力种子。想要阐述这一部分，难度可真是非常大，因为唯识宗被公认为汉传佛教中理论体系最严密、哲学分析最深刻的宗派。识是名色缘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又增加了5支因缘。同样，识、名色、6入、触、受可以分类为现在果。虽然看着很复杂，但居然真的是没有可以省略的部分，这也是佛学逻辑的精妙之处。这里可以简单发挥一下，6入可以直接到爱吗？不可以，因为只会机械记录的摄像头并不会有贪欲。名色可以直接到触吗？不可以，因为没有信息的通道，并不会有信息的流动。可能有点跑题了，让我们拉回来。那什么导致了识呢？佛学认为是行，我们可以想象成造业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描绘了陶匠制作各种瓦罐的景象，这就代表了行。行是识缘，佛学认为我们通过身口意造了善业及恶业，也就种下了识的种子。那什么导致了行呢？佛学认为是无明。
我们可以想象成吃。在生命之轮的唐卡中，描绘了盲人走路的景象，这就代表了无明。无明是行缘，我们终于到了最后了。原来种种的一切，正是源于一片痴情，正是源于对智慧的无知，正是源于不了解这世界的真相。最后这两支因缘可以分类为过去因，但这就完了吗？并没有。老死是无明缘，生命实在太短暂了，不光是人道里的人类，哪怕是天道里的神明，拥有数劫甚至更长久的生命，但天道始终沉溺于嬉戏享乐，再长的时间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。天道众生如果脱离不了无明，同样也斩不断这12因缘，照样也永受轮回之苦。断除因缘得解脱。12因缘讲完了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即便是跳出佛学来看，能在2500年前使用严谨的唯心主义辩证方法，推导出一整套关于生命的因果关系，本身就十分值得佩服。12因缘是一串铁锁连环，佛学认为只要勇敢地去斩断其中一环，比如断除无明，即学习智慧；比如断除六入，即六根清净；比如断除爱取，即放下贪欲，所有的链条都会轰然倒塌。我想，无论是不是佛学修行者，其中所蕴含的智慧都能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